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麦。现在呢，我在花莲富源森林游乐区里面的蝴蝶谷温泉度假村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到这边做一个2天1夜的旅行。对，那现在时间呢是下午2点左右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先进去 check in， 然后呢，开始去走它这边的一些自然步道。走吧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已经进到我的房间了。那我们这次住的呢是4人房，它给的就是2张双人床。那一进来之后呢，大家可以发现这边就有一个呢小小的玄关。那到房间里面的床的部分呢，有看到吗？就是2大床的房型，然后呢后面这边就是直接呢通浴室跟厕所。对，那这门呢是可以关起来的。这边呢就是热水壶，然后冰箱里面有附水，然后这边也有水，对，给的水呢还蛮多的。好，那浴室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看，其实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泡温泉的浴缸，对，然后呢旁边呢就是干湿分离的部分，所以呢洗澡在那边洗，那泡澡的人在这边泡，其实呢还蛮方便的。可是呢它的马桶，它就是直接面对澡堂，所以其实呢，这个浴室只能1个人使用，对，没有办法共用，不然还蛮尴尬的。那它备品的部分呢，一样基本的就是毛巾，然后洗脸毛巾，然后这边呢有小的，像是这个是洗手跟洗身体的，对，然后呢洗发精，然后这个呢还有润肤的部分，然后这个是润丝，对。算是基本款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梳子，然后呢，刮胡刀、浴帽，然后这个是棉花棒，然后还有牙刷的部分，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是肥皂、吹风机。那整个房间呢就是这样子啊，其实呢就非常的基本，但是呢空间的部分还蛮大的。好，那其实呢这边它有几条步道建议你去走，对，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去走的就是环西步道2再加上环山步道，这样子走下来呢大概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会经过吊桥。那明天早上呢有导览，他就会带你呢走主步道，所以主步道的部分呢我们就留给导览的时间再去走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出发去走环西跟环山这2条步道吧。好，那我们刚才 check in 完之后呢，我已经把我的晚餐要吃的，还有呢明天早餐要吃的食物都已经先点好了。因为今天呢人数比较少，所以呢它就是用套餐式的方式呢供应这样子。那我们呢其实还有一个下午茶是它附赠的，那这个下午茶呢我们就决定呢移到明天早上要 check out 的时候再拿，对，这样子呢才不会今天吃太多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准备呢要去走步道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决定呢，既然都已经来了，所以呢，把它走透透。我们就先走第1条环西步道，但第1条环西步道呢，它走过去就要40分钟，所以我们等于原本的2个小时，要再加40分钟的脚程。对，那现在2点半呢，这样子走完回来，大概都已经5点了。没关系，一次把它玩透透，我们就出发吧。而且我发现它这边啊，哇，小黑蚊非常的多。我刚才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呢，已经打死3只了，然后都趁我录影的时候一直在咬我。我觉得痒痒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一下，然后就直接把它给打死。虽然说我知道花莲的小黑蚊非常的多，但是我这次并没有带防小黑蚊的防蚊液，所以等一下会多惨不知道，就先走吧。如果大家有来的话，真的一定要记得带防蚊液哦，不然会很可怕。
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，我的左手边有传来潺潺溪流的声音，还蛮大声的。对，那我们呢，真的就是沿着溪在走。但我发现呢，这个环溪步道啊，其实它树荫还蛮多的，所以走起来呢不会太热。然后呢，走进来之后，好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小黑蚊的踪迹耶，反倒是在入口那边呢，从那个会馆走到入口的地方，有小黑蚊在叮我。然后像这个路边啊，它都会有一些就是介绍。那这个呢是在介绍青蛙的部分，是还蛮富有教育意义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已经走完我们的环溪步道1了。其实这样子算起来，我们大概只走了20分钟左右，比它呢预估的时间还要缩短了一半。这样我们脚程算是蛮快，所以等一下上去说不定也不用走2个小时，说不定呢就走个1个多小时就可以下山了。那这边呢有这个竹子可以让你呢当登山杖使用。对，我记得之前是在武陵还是在哪里也有这个竹子。对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在那个雪霸国家公园那边的时候也有这个竹子可以给你使用。对，然后这边就会有个指标，如果呢你走完这个环溪步道1之后，看你是要往主步道那边就往回走了，还是要走这边的吊桥部分，就看你自己的选择。对，好，那从刚才那个岔路呢走过来，大概1到2分钟左右，就可以走到这里复原吊桥了。那这里呢算是整个环溪步道2还有环山步道1的起点。从这边上去呢，整个路程大概就要2个小时左右了，所以有时间呢再走。如果没时间的话呢，走到吊桥这边，然后走过去再走回来，就可以直接回到会馆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往上去攻顶了，走吧。哇，那其实呢，桥上这边的风景真的还挺漂亮的，难怪呢那么多人都会在桥上停这么久，因为都在拍照。有没有看到后面潺潺的流水，再加上蓝蓝的天空，超级美的。好，那走过吊桥呢，大概再往前走个3分钟左右，就可以看到这一间厕所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尿急需求的，赶紧就走过吊桥来上个厕所再回去，也不会耗费你太多的时间。那现在呢，开始来到了这一片哇，非常辽阔的视野，然后呢没有遮蔽物，整个人开始走上坡了。你们看那个山是不是非常的雄伟壮硕？整个呢溪谷这样子切出来，非常的漂亮。在这里呢，真的是在享受森林浴啊！大瀑布 ，Oh my god！ 有看到吗？整个呢从山壁里面冲下来的。你们看，我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。天哪，这一段上坡真的很累。然后我刚才爬到这里呢，想说先休息一下，把手呢靠在旁边的那个栏杆上面扶着。还好我眼睛够力，我手要伸过去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东西在动。然后仔细一看，毛毛虫。还好我没放上去，不然整个人全身可能就会开始过敏或者是发痒。
但是我现在呢，发现我的正上方有一个呢非常长的吊桥，等一下我就会走到那边了。但让我先休息一下，好累哦。好，结果呢，爬到这边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有看到我后面的牌子吗？它写一边呢是环西步道，一边是环山步道，所以环山步道是从这座吊桥开始才是环山步道。那也就是说，我现在走过这座吊桥之后，我大概要再走50分钟的路程，才会回到我们原本刚才出发的地方。对，整个呢前面都是山路，非常累。但是这边呢，应该算是一个小制高点。这个吊桥呢，看起来非常的辽阔，而且呢，整个风景视野都非常的好。对。天哪，我只能说呢，桥上景色真的很漂亮。但是呢，有惧高症的人真的会觉得很可怕，因为呢，你往下看，虽然说那个溪谷是碧绿色，非常的美，但是就有一种呢要做高空弹跳的感觉。对，其实呢会有一点心惊胆跳。但是呢，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，就是呢，你只要一直看着前面一直走，就不会有这种可怕的感觉了。但如果你停下来，加上呢吊桥在那边被风吹的晃动，你呢继续看那个溪谷的话，就会觉得有点危险。你们看看环山步道这个路，我奉劝真的没有体力的人，走到吊桥之后就折返，不要再往上走了，因为这一路上坡超级累的，而且路又超小条，好累哦。终于结束了无止境的上坡，现在呢，可能已经过了制高点吧，希望是一个缓下坡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。真的不行哎！有看到前面的小木屋吗？哇，看到小木屋呢，代表我们已经快要到了。猴子在树上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好大一只猴子哦！天哪，爬树的猴子。你们可能看不太到，有小猴子哎！天哪，天哪，好多猴子！天哪，猴子！刚才看到猴子呢，整个非常的惊喜。对，反正其实就看到小木屋呢，就已经代表我们已经要到山下了，太好了，终于！那这样走起来呢，走到这边大概花了30到40分钟左右。对，所以呢，它整个预估的时间50分钟，差不多。对，慢慢走的话，大概就这个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，准备离开这边了。Go！ 好，那我现在呢就要出发去泡温泉了。跟大家补充一个东西，刚才呢进来房间的时候有点太仓促，然后呢没有打开衣橱看。后来呢，我们刚才回到房间再看了一下，衣橱里面居然有浴袍跟拖鞋，这个真的是大加分。所以等一下晚上呢，如果洗完澡的话，就可以穿着浴袍在房间里面走动。而且它浴袍的颜色很好看呢，是绿色的，然后上面有印着蝴蝶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已经到了温泉区，准备要来泡温泉了。它这边的温泉呢分成上层跟下层。那上层的部分呢，就是你们看到我后面的这个，它就是纯温泉的部分。那下层的部分呢，它就是有一些 SPA 的设备，对，你可以呢冲背啊，或者是你可以有那个泡泡啊，都是在下层。然后它这边呢还有蒸汽室跟烤箱。那蒸汽室跟烤箱呢，就是男女分开的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享受这个温泉 SPA 吧。那这边的泉呢是碳酸氢盐泉，
对，功效促进血液循环，恢复疲劳。对，现在很需要，因为刚爬完山回来，需要恢复疲劳一下。前面有一个看起来很厉害，4柱的，这个，有没有？这可以，这真的很不错，终于有一点力道了。这个正前方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我不得不说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还蛮舒服的，所以呢，可以在这边趴着睡觉，享受呢他帮你做一个 SPA 按摩这样子。好，那刚才呢试了这么多之后，我还是觉得趴在那边，然后呢躺着淋你的背的那一个设施是最棒的，因为它淋下来的力道呢够强，所以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个按摩。好了，那整个呢温泉体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其他的呢，蒸汽室跟烤箱温度都还蛮高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太热，还是爬完山太累，我在里面待没多久就出来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去盥洗一下，然后要去吃晚餐了。它这个牛排吃起来其实还蛮嫩的耶。像我本人呢，在吃牛排的时候最害怕就是筋咬不断，可是它这边呢完全就可以直接吃，然后也没有筋的问题，对，是一个很嫩的牛排。好，那我现在呢晚餐已经吃完了，对，那这里的餐食呢，我觉得最推荐的就是鲑鱼牛排，还有花莲大西瓜。花莲西瓜真的很好吃耶！它现在呢出产西瓜，然后西瓜吃起来呢又绵，然后呢又带有点沙感，然后甜度的部分呢也是非常的棒的，所以推荐大家，如果说最近有来花莲，趁这个盛产季节买一些西瓜回去吃，超棒的。那今天的行程呢，大概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跟着导览员再去走一次园区，我们今天没有走的。那这样子呢，就完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蝴蝶谷度假的行程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，拜拜。好，我刚才回来呢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。原本想说呢，就这样子吃完晚餐结束，但是突然看到这个浴衣，对，我今天不是说我忘记就是看衣橱里面嘛，发现有这件浴衣，然后我觉得它的花色真的还蛮好看，所以我决定再洗一次澡，然后呢把这个浴衣给穿上去，看穿起来实际的效果怎么样。好了，我已经洗完澡呢，然后换上浴衣了，你们看有没有一秒到日本的感觉？对，用镜子给你们看一下全身长什么样子。哦，你看。其实穿起来还蛮不错的啊，但没有什么腰身，然后它其实蛮薄的，对，就一层这样子而已。如果可以带回家的话，在家里面这样穿，真的很有日本的感觉。那上面印的图案呢，你们看，全部都是蝴蝶，非常的有它的特色。好啦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就真的到这边喽。明天早上8点钟，我们有预约导览的行程，对，所以呢，明天又要早起了。我的天哪！晚上就早点睡吧，晚安喽，各位，拜拜。